我不跟你计较了，又来一次明天，最后都走了还要惹我是吧？觉得大伙儿好欺负是吧？我们花钱是来干嘛的？养你们祖宗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这人活一辈子图个啥？不就图个舒心，图个顺气儿吗？哎，可是有的时候啊，你越是想顺气儿呢，就越是有人给你添堵。哎，你说气人不气人啊？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事啊，就跟添堵这两个字儿脱不了关系。这事情是发生在哪儿呢？香港，一个咱们熟悉的不能再熟的地方了，东方之珠嘛，购物天堂啊。但是最近啊，有这么一件事儿，让天堂这两个字啊，听着有点扎心。就在前2天啊，7月13号，香港一家酒店里头啊，上演了这么一出。一个内地的小哥穿着个挺随意的白背心黑裤子，就在这个酒店大堂对着前台啊，那是一顿火力全开啊，那情绪啊，隔着屏幕我都能感受得到，是真急了呀，真上头了。这个小哥全程用的都是普通话，那话里话的意思啊，大概就这么个理儿。我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看见说英语的客人就笑得跟花儿似的，点头哈腰，就差铺红毯了。怎么一看到我们说普通话的，这脸就拉得跟长白山似的啊？我告诉你们，这不是第一次了啊！之前我来我就忍了，想着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今天我这都要退房走人了，你们还来给我上眼药，真觉得我们内地人好欺负是吧？哎，我们花钱是来干嘛的？是来消费的，不是来看你们脸色的。我们花钱是来干嘛的？朋友们，你们品品这句话啊，这里面呢包含了多少委屈、多少愤怒啊，和这个积攒了不知道多久的火啊，在这一刻轰的一下全给点着了。当然了，咱们是旁观者，当时这个前台啊，具体是个什么表情，说了什么话呢？咱没在现场，咱不能瞎猜。但是吧，从这位内地小哥的反应来看啊，他肯定是觉得自己受到了天大的不公。后来啊，网上就有知情人出来说了。说当时这个情况是啊，这个小哥可能是旅途劳累，就在这个大堂的沙发上躺了一会儿，然后这个酒店的员工啊就过来让他起来，别躺着。这小哥估计也是一肚子火啊，就回了句：“我躺会儿怎么了？我影响谁了？”哎，这一下呀就擦枪走火，就有了开头那段视频的一幕。但是咱说句实在的啊，那不管起因是这个躺沙发，还是别的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都不是重点啊，重点是啥呢？重点是小哥感受到那种区别对待，这才是整个事件的核心矛盾。他觉得吧，这个酒店员工啊，对说普通话的客人和对说英语的客人啊，压根儿就是两副面孔，典型的看人下菜碟。你穿的这个人五人六，说的一口流利英文，他就把你当上宾。哎，你穿的随意，说一口普通话呢，他就觉得你不上档次，打心眼儿就瞧不上你。这事一出来呢，那个网上就炸了锅啊！但是你知道最有意思的是啥？大部分网友的反应啊，不是惊讶，而是见怪不怪了。很多人都留言说：“嗨，这不就是香港服务业的日常嘛，正常操作，习惯就好。”听到这话，我心里头真不是滋味儿。啥时候这种不正常的歧视成了咱们眼里的正常操作了？啥时候咱们的腰杆子就这么挺不直了？往前倒倒，最有名的就是那个毛毯事件，大家还记得吧？就是这个国泰航空的飞机上有内地乘客阿姨啊，不太会说英文，想要个毯子啊，就把这个 blanket 毯子呢说成了 carpet 地毯，结果呢，几个香港空姐在后面那个休息区用这个英语和粤语啊，那叫一个嘲讽啊！翻译过来那个意思就是啊，你要是不会说毯子这个单词啊，你就拿不到这个毯子。这个地毯它是在地上的。好家伙，我当时看的录音啊，火气是蹭蹭的往上冒。这人家阿姨可能就是年纪大了，一时口误，至于这么尖酸刻薄的去嘲笑吗？这是服务人员应该有的态度吗？这已经不是服务问题了吧？这是人品问题，是赤裸的歧视呀！最后这个国泰航空啊，又是道歉又是开除的，才算平息了风波。你以为就这个普通人会遇到，大明星就跑不了吗？我记得有个新闻说啊，一些内地挺有名的艺人去这个香港逛街买东西，想让这个店员啊拿个新款式看看，结果这个人家店员就爱搭不理，全程黑脸，那白眼翻倒都能上天了呀！可一扭头呢，来了个外国顾客，立马就换上一副笑脸，那叫一个热情啊！哎，你说说这叫什么事儿啊？钱上面难不成还印着我是哪里人了？人民币到了香港，它不是钱了吗？这些事啊，一件件一桩桩，就像一根根刺啊，扎在每个听到的人心里。它不断的提醒我们一个尴尬的事实：都2025年了，在中国的香港啊，说普通话竟然还会成为被歧视的理由。那咱就得往深挖一挖了，为啥呀？为啥这个香港有些服务行业的人就那么喜欢摆出一副
高人一等的架子呢？这病根啊，它到底在哪儿？这是吧，得从历史里找答案。咱们都知道啊，这个香港被英国人殖民统治了150多年。哎，你想想，100多年啊，好几代人了。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里啊，这个英国人啊，把这个西方的文化、教育、价值观啊，像冲咖啡一样，一点点的给你冲到这个香港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那种环境里长大的一些人呀，耳濡目染，这脑子里就形成了一个钢印。西方呢就是高级的，说英语就是上流的，这是一种很复杂的心理啊，就有点像一种文化自卑和文化崇拜的结合体。就是他们打心眼里啊，对这个西方文化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向往，甚至会把这种向往啊投射到每一个说英语的白人或者外国人身上。那反过来，对于咱们自己的中华文化啊，对于这个内地的同胞，他们反而会产生一种疏离感，甚至是轻视。那这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反映到服务行业上，不就成了咱们看到的这样吗？对讲英语的那是宾至如归，对讲普通话的就成了爱来不来。其实说白了啊，就是这个殖民时期留下的精神辫子。有的人啊，到了现在还舍不得剪掉。除了这个历史原因啊，还有个很重要的就是经济。咱把这个时间倒推到上世纪80、90年代，那会儿的香港，我的天啊，不得了啊，亚洲4小龙之一啊，经济腾飞，电影音乐火遍全亚洲，那真是遍地是黄金啊。当时很流行一句话啊，叫这个去香港刷盘子啊，比在内地当干部都挣得多。这话虽然是夸张了，但是也反映了当时的这个经济差距啊。而那会儿的内地呢，它是刚刚改革开放，这个经济还在这个起步阶段，跟这个香港一比啊，确实有不小的差距。哎，你想，一边是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的城里人，那一边是刚刚富裕起来的乡下亲戚，那部分香港人心里啊，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种优越感。他们看这个内地人啊，就容易戴着一种土没见识的有色眼镜。朋友们，时代变了呀，现在是2025年了。今天的中国内地是什么样子啊？经济总量世界第2，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什么移动支付了、电子商务了、高铁网络了，很多方面早就遥遥领先了。北上广深的这个繁华丝毫不输给世界的任何一个大都市，内地游客的消费能力啊，更是让全世界都眼红。可是问题它就出在这儿。经济上的差距可能10年、20年就追上了，甚至反超了。但是人脑子里的那种心理惯性啊，就是那种陈旧的优越感，可不是说改就能改的。这有些人啊，还活在30年前的梦里，不愿醒来，还用这个老眼光看人，这就造就了巨大的认知错位和这个情感冲突。我们来看一下，最近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一名中国小伙在这个瑞士的火车上跟朋友用这个普通话聊天，被这个同车厢的2名老年移民的香港人嘲讽。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呢，说国语怎么了？为什么不能说国语？我想问一下，你听得懂国语吗？你听得懂国语吗？我们在跟你说国语吗？我知道佢啲專才落嚟嘅。哦，香港人是这样的，一听英语就跪了，一听国语就歧视，是吧？是不是一听国语就歧视啊？我怎么歧视了？啊？记住啊，没有关系啊。啊？我跟你记住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啊，你是云南的还是北京的没有问题，重庆的没有问题。所以你是 Hong Kong 对吗？香港有没有问题？也没有问题。不能说国语吗？在 Hong Kong 不能说国语吗？可以，你们说。那不就行了？我们在这里说国语怎么了？你们说国语了，中国。我们在这里说国语怎么了？我们在瑞士说国语怎么了？再加上2003年内地开放自由行之后啊，大批量的内地游客涌入香港。这人一多啊，这个素质肯定就参差不齐了。咱得承认，那确实是有那么一部分的游客啊，存在一些不文明的行为，比如什么大声喧哗了、乱扔垃圾、不守规矩等等。那这些个别的孤立的事件呢，很不幸就被香港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啊给无限放大了。他们就喜欢抓着这些事啊大做文章，把这个个例啊描绘成普遍现象。给所有的内地游客贴上了一个低素质的标签，这时间一长嘛，这种刻板的印象就形成了。在他们的宣传里，这个内地人啊，就等于有钱但是没素质的蝗虫。有了这种先入为主的坏印象，你想想，那些服务人员在面对内地游客的时候，能给好脸色吗？哎，他心里啊，估计早都给你定了性了，态度上自然而然就带了偏见和傲慢。那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归根结底一句话。区别对待啊，就是不对。
不管你的心里有什么优越感，有什么刻板印象，只要你做的是服务行业，你的职责就是为所有的顾客提供平等专业的服务，这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呀。更何况这个顾客他是来花钱消费的，是你的衣食父母，你凭什么一边赚着人家的钱，一边还瞧不起人家？那天底下有这个道理吗？所以这一次这位背心小哥的爆发我说实话，我一点都不觉得他冲动，甚至我打心里还佩服他。我觉得他说的太对了，我们花钱是来干嘛的？对呀，我们去旅游去消费是为了开心就为了体验，不是为了去受气的，不是说去为了看人脸色的。那凭什么我花了同样的钱甚至可能比别人花的更多，到头来却要受这种窝囊气？那这位小哥的行为其实就给我们所有人提了个醒。当你的这个权益受到侵犯的，当你的尊严被无理践踏的时候，沉默就是纵容。你越是忍气吞声越是觉得算了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些区别对待你的人就越觉得他们没有做错，他们会想，你看他们都没有意见，那我下次还这么干。你的每一次沉默都在为下次不公的发生铺平了道路。所以该发生的时候就得像这位小哥一样勇敢的站出来，把你的不满清清楚楚有理有据的表达出来。我们要的不是吵架要的是尊重。当然了，我们也要对香港的某些人说几句心里话。朋友们，这个时代真的不同了。香港一直以国际大都市、好客之都自居，但是国际化它不仅仅是高楼大厦和这个英文路牌，更重要的是一种开放、包容、平等的心态。那你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如果呢还戴着几十年前的有色眼镜看人那国际化这3个字就成了一个笑话了。长此以往砸掉的是自己城市的金字招牌，那损害的是自己的旅游吸引力。更重要的一点别忘了，这个香港呢是中国的香港，是咱们中华大家庭的一份子。这内地同胞是客，但更是亲人。这一家人之间可以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可以有不同的观点看法，但是绝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更不应该有歧视和偏见。这种伤害自家人的行为真是让人寒心希望这次事件里的那家酒店能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别装聋作哑，赶紧出来给个说法，拿出点实际的行动来改正。那也希望所有的香港服务业从业者能借此机会真正的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把那条无情的辫子给剪掉，把心态摆正。说到底互相尊重才是人与人之间最好的通行证。好啦，今天的话题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那屏幕前的你有没有遇到类似的事情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